有缘人，我今天和你探讨的话题老厉害了，相信你看完之后，任何人在你面前都是个透明人。也希望你在评论区谈谈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探讨。首先声明，我不是在说什么封建迷信，而是我们老祖宗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看透了的识人方法。我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第一眼看着还行，但越相处呢，越让你觉得后面不怎么样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遇到过明明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却总是被身边的朋友坑？有一句老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今天我不讲算命，我只讲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识人经验。先说清楚一件事情，这个方法不保证100%准，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经验的总结。你可以不用信，但你可以拿去验证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识人术，可以先点赞保存起来。我觉得这套方法确实可以帮助你们筛掉周围很多不利于你的人。首先，很多人一听到面相，第一反应就是3个字：不科学。你的怀疑是对的，因为相学从来就不是通过逻辑推导出来的定律，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经验堆出来的大数据。古时候没有心理学，没有行为学，我们靠什么识人？靠的就是长期观察一个人遇到事情怎么反应，利益当前怎么取舍。这些东西看久了就会发现一个规律，一个人长期心里面想什么，他的状态、神态、形质一定会慢慢地写在脸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曾国藩在兵谏里面提到了识人的一些方法，叫正邪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主意看指爪，风波看脚筋，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你想判断一个人心术正不正，你先别听他说什么，你就看2样东西，眼睛和鼻子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？你跟他说一件很正经的事情，他嘴上在回应，眼睛却在四处扫，一会看手机，一会看旁边的人。你说到关键的点，他的眼神就会有很明显的躲闪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人都有一个共性，事情顺的时候，他的配合度很高，一旦牵扯到责任、风险、利益分配，人跑得比谁都快。眼睛真的可以判断出很多东西出来。当然，这里的眼睛可能更多指的是眼神。那么我们再说鼻子，一个人的鼻子就要先看他周不周正。如果你周围有的人鼻梁是歪的，你可以带着我教你的这份识人术去判断。首先，鼻子讲的是一个人对欲望的控制力，如果有歪的这种情况，那么相对来说只是概率性了。对欲望、金钱、私欲这方面就可能有点过了，喜欢捞偏门，或者说贪财无道，道德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。这个我就不多讲了，我身边就有过这样鼻子特别歪的这种例子。之前别人跟他一谈到钱、谈利益的时候呢，他的语气就会很着急，眼睛都发光，你还没有说完，
他就已经开始算了。项目还没有开始呢，他就已经开始问3件事情：这个能不能走捷径？账能不能灵活一点？万一出事了，谁来扛？后来你猜怎么着？项目没有黄在能力上，全部黄在了内部的账本上。所以说事后回头看呢，所有的信号其实早就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个还是有一些准的。第2句话，真假看嘴唇，看一个人靠不靠谱，你就看他的嘴。他的嘴唇如果说上下匀称，闭合自然，线条清楚，那么这种人说话通常是有分量的，他说出口的在他心里面已经过了一遍了。你交给他一件事情，他不会马上就拍胸口保证，但只要他点头了，大概率就会做到。现实生活中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。曾有一次合作，对方被告知项目时间非常紧，是否能够承接？当时他没有立刻表态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：我回去算一下，再给你准话。第2天，他只回了3个字：我来做。之后整个执行过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时间节点、进度把控、最终交付，全部分毫不差。事情做完了也就结束了，没有解释，没有渲染，更没有情绪起伏。再回头去看这个人的状态，会发现他讲话时嘴巴是收着的，不强化，不铺陈，不急着表达立场，不是那种情绪一上来就滔滔不绝的人，而是稳稳当当。他的沉默不是犹豫，而是计算；他的简短不是敷衍，而是笃定。相反，还有一类人，嘴一开就特别的热情，承诺说得很满，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嘴唇是散的，不是这个厚薄的问题，而是闭不住。这种人有个特点，当下答应你答应得很爽快，但一旦事情落在了他的身上，要么拖，要么就改口，要么就开始找理由。不是他故意骗你，而是他在说可以的那一刻，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站稳。那嘴唇比较薄的人就一定不可信吗？也不是，嘴薄的人可能更多的是表达比较直接，说话比较刻薄一点。第3段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。就是说，这个人有没有当官的运，这个人有没有当领导的运，或者说这个人有没有成为那种人上人的这种气质。很多人一听气概，第一反应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，是不是比较自信，是不是气场强。气概呢，其实并不是外放的张扬，而是当一个人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的气有没有他。你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功名运，你首先就要看的是他能不能在关键的位置上站得住。其实就看3点。第一，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先慌还是先稳。第2，看他决定的时候是稳中推进还是着急证明。第3，看他上位的时候气有没有飘。有些人一升职就飘了，一受挫就炸。这种人呢，哪怕他一时站得高，也很难站得久。所以气概一定就是能稳住局面的人。
迟早都会被推到更重要的位置上。然后就是富贵看精神。我之前看过一个分析报告，上面说有钱人都是怎么起床的。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说7级别以下的起床能起1上午，能休息，绝对不早起。而10级别的基本上每天5分钟之内必须下床洗脸。11级别的更夸张，3分钟之内绝不拖延。当然这个富贵程度跟早起没有绝对关系，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，但是这个绝对跟启动速度有关系。很多普通人不是起得晚，而是醒了还在床上耗，刷手机，回想烦心事，反正就是给自己找各种理由，一耗就是半个小时，1个小时。而真正精神比较旺盛的人，醒的那一刻，他的身体和意识是同步的。有些高强度管理者从睁眼到洗脸3到5分钟之内完成，这倒不是什么自律，而是他们的精神一点都不沾床，他们的神是从来不停滞的。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？因为财富本质上就是对精神的长期调用。如果说一个人每天最基础的启动都要靠消耗意志力来完成，那他的精神一天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折损了。所以这种人哪怕赚到钱了，也很难长期的守住。主意看指找，风波看脚筋。我们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坚定的人，你就看他的这张手。西方人特别注意的就是握手，这个握手的过程它就是一种拉扯，他要看跟你握手的时候，你这个手是否有力，而且要看你握的时候这个速度够不够快。如果你握得够快，而且非常有力的话，那么说明你这个人非常的果断。如果你握手的时候你都是软绵绵的情况下，那你一定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，没有主见的人。因为你不够坚定，你做事情也不够果断。在承受压力的时候，你一旦不够坚定，那么你就会长期的犹豫反复，怕担责。而一个人如果说常年做决策扛结果，那么他的这个手会很自然地觉得有力。所以这句话不是迷信，而是经验。而真正能吃苦能抗压的人，他的下盘一定是稳的，因为他站得久，走得稳，落地有声。所以说风波看脚筋，指的就是脚为人之根，你的根稳不稳，决定你遇到风浪的时候呢，是被掀翻还是站住。而那些一遇到事情就他，一有压力就逃的人，往往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他的脚是虚的，站不久，坐不安，身体本身就是往上浮的，不是他不想扛，而是身体已经告诉他扛不住。最后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判断一个人靠不靠谱，能不能扛事，值不值得托付，你就先听他说话。你可以留意一个很现实的细节，有些人一开口，他的主题还没有站稳，他的话已经岔到了第3个方向去了。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可以给你一堆情绪，一堆态度，一堆经历，
但是就是不给你一个很明确清晰的答案。这种人不是不会说话，而是他的脑子里面本身就没有生过。相学里面看语言，看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秩序。一个人如果说心乱，他的语言一定乱。一个人如果说连想都想不清楚，话一定说不明白。真正有条理的人说话都有3个特征。第一个，他不会抢着先说结论，而是先把整个背景条件、前因后果全部先交代清楚。第二个，他的话一定不多，而且不绕，每一句话都在推进主题，不跑题，不发散。第三个，能把复杂的事情说成简单化，就说明他是真的想明白了。所以说你在选人和用人的时候，可以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，让他先讲一件事情的执行步骤。如果他能说得出来第一步做什么，第二步卡在哪里，第三步怎么兜底，时间节点怎么安排，那么这种人事情交给他大概率是不会翻车的。如果还翻车呢，可能就是运气问题。那么反过来你就要小心了。如果他说话永远都是这个要看情况，这个不好说，这个要再调整那你就要小心了。他心里面压根就没有任何逻辑可言。相学讲到最后，其实看的从来都不是脸，而是一个人的内在是否有结构。眼鼻看心术，嘴唇看诚信，气概看格局，精神看后劲，脚筋看抗压，而语言看的是一个人能不能把事情走完。你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，是否可以委以重任，你就看这个曾国藩的这个基本盘就足够了。但说到这里，我必须给你补一句，这些方法不是让你去贴标签，更不是让你拿着一把相学的尺子到处量人。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是用来判断别人的，而是用来提醒自己的。因为你看别人，其实也在照自己。你嫌别人眼神飘，说明你在意专注；你嫌别人说话乱，说明你渴望秩序；你嫌别人承诺空，说明你吃过失信的亏。所以识人术真正高明的地方，不在于你能看穿谁，而在于你能避开谁。再往深一点说，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我总是遇到不靠谱的人？为什么我身边总有爱拖延、爱推责、爱甩锅的人？你仔细想一件事，如果一个人说话没条理，做事没步骤，心里没结构，他真的只是性格问题吗？不是，他是没有建立内在秩序。一个没有内在秩序的人，做任何事都是靠情绪启动，靠运气完成，靠解释收尾。这样的人哪怕能力不差，也难以托付。真正值得长期合作的人，身上往往有3个底层特征。第一，稳定，他不急不乱不飘，风浪来了先站稳，不是先抱怨。第二，清晰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。答应之前会算清楚，答应之后会扛到底。第三，克制，他不会每句话都表达态度，
不会每件事都发表情绪，因为他知道表达越多，消耗越多。这种人你和他相处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，你不需要防着他，你不需要反复确认，你不需要担心他突然变卦。这种放心感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贵气。很多人总想通过外在去判断命里带不带金，其实真正的金不是钱，是分量。一个人有没有分量，你看3点：他说话有没有重量，做事有没有分寸，遇事有没有定力。如果一个人天天抱怨，却没有行动，天天承诺，却没有兑现，天天计划，却没有步骤，那再好的面相，再漂亮的五官，也撑不起一个人的格局。说到底，所谓命里带金，并不是生下来就有，而是一个人长期自律之后沉淀出来的稳定结构。眼神不飘，是专注练出来的；嘴巴闭得住，是克制练出来的；气不塌，是抗压练出来的；语言有条理，是思考练出来的。你以为是想，其实是修。曾国藩在兵谏里讲识人，但他自己一生最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看人，而是修己。他每天写日记，反省自己，他控制情绪，压住脾气，他慢慢把一个急躁的人修成了一个稳得住的人。这才是识人术的真正用法，先识自己。你如果想真正命里带金，你可以反过来用这套方法来要求自己。眼神稳不稳，说话有没有兑现，遇事会不会先乱，语言有没有条理，答应的事情有没有走完。当你把这6个点修到位，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变化：烂人慢慢离开了，靠谱的人开始靠近，机会也开始出现。不是你运气变好了，是你结构变稳了。金不是天降的，金是你自己练出来的。当你能稳住自己，你就已经开始贵了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